张世兰，往家给我点了你！硕哥，今天晚上我不走了。为什么？硕哥，我喜欢你，以后咱俩好吧？张世兰啊，谁给你的自信啊？给我整这出啊？你是觉得我陈硕跟谁都行是吧？硕哥，那你不是老换女朋友吗？凭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别过来，有一点得搞清楚，就是咱俩的关系。我是你老板，咱们是雇佣关系。说白了呢，你就是我请的小保姆、小阿姨，负责照顾而已。你说什么？我花了钱请你啊，你爱看看，不爱看就走人。什么阿姨？我是你助理。端茶倒水，拿个包跑个腿儿，这是助理干的活吗？还有，告诉你，我开始让你当我助理，就是因为我想给罗英子一个面子而已，这么简单。还有啊，你是个女孩啊，你要自爱呀！啊，你把衣服都脱了，没羞没臊的，合适吗？把衣服穿上，走人。陈硕，我不干了。再见。那你得补我钱吧？我在我姐家当阿姨，1个月还6000呢。你不给我是吧？哎，别急，别急，别急。查着，转了你8000，够不够？等着。哎呦，你走是不走啊，姐？我来你这儿，你不把我当助理当阿姨这事儿，罗英子知道吗？不知道，跟他没关系。我知道了，你们俩一起耍我呢，是张吗？世兰呐，你快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就你呀，真不值得我跟他联起手来一起耍你。陈硕，哎，你别后悔，我不后悔。多的2000我转你，自己留着买药吃。谢谢。什么事儿啊？哎。罗英子，嘿，这么心有灵犀吗？喂，著名淑女找著名流氓干嘛呀？你请我喝一杯啊？藏匿证据，诬陷好人。沈无良律师作为银行的代理人，还真是尽职尽责哈。真的是冤枉了。
听说罗女士你被带走了，去配合调查。银行呢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连夜维修了设备，这不是把视频给找着了吗？现在你洗脱了所有的嫌疑，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假惺惺。刚刚你给我看了段视频哈，行，我也给你看一段。哎，这边应该是贵所的合伙人吧，夏舒。我是从来没想到梁成所居然是这么有爱的一个大家庭啊！为了救一名普通的职业律师，合伙人亲自下场行窃了。这事儿还真是可大可小，我回去得好好查查法条。哎，服务员，再来2杯一样的，这轮我请。陈无良，谢谢你啊！我都听秋华跟我说了，是你帮我们找到了最关键的视频监控证据，不然这个时候我可能还在看守所里面等待调查呢。这话真不能乱说，他们是怎么拿到的证据呢？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我对这事儿也不感兴趣。行，谢谢。你们这边起诉了刘明呢，这王经理呢就给我打电话说想咨询一下。我只是无心的一句话，没想到被他给利用了，而且我不知道刘明给了他好处。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现在王经理不是被带走了吗？对吧？但是害你受了一场牢狱之灾，我挺抱歉的。哎呀，这至于你的出谋划策呢，是无心之失还是虚构陷，我还是得再慢慢的查证一下啊。你随便查，只要你能查得明明白白的话，那是你罗正义的本事啊。哦，对了啊，我还有一件事跟你说，我把这兰兰给开了，具体什么原因呢？你也不用问，我就是觉得这小丫头呢，有点心术不正，不能留在身边。但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误会啊。我说我就把她当一小阿姨，她当时就问我说：“你当初知不知道这事儿？”我说：“你不知道。”我是担心她会把这事儿算在你头上。明白了。来。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姐，哎呦，兰兰，吓死我了！我刚刚还给你打电话呢，你怎么关机呀？你把锁换了？啊，是不想让我进家门了吗？哎呀，我前些日子啊，这钥匙丢了，后来我又找了一开锁公司，就换了个锁芯儿。我有，你可以管我要。哎，我当时也是没顾得上。来，你别多想啊，走，别在这杵着，咱进来说话。哎呀，哎，进来呀，兰兰。哎呀，我听陈硕说啊，他把你给辞退了。你当初去他那儿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没给你签什么工作合同啊？没有。那你走的时候，他给你补钱了吗？行，补了就行。姐，我问你件事儿啊，你说。来，陈硕把我当保姆这事儿，你知道吧？姐，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辞职了。那你打算准备去哪儿啊？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老周那房子我先住着。周老板把那个房子送给你了？我住不就是我的，反正都是我应得的。所以我就说，兰兰，你就是想问题太简单，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行了吧，姐？你觉得我很可怜是吗？我告诉你啊，姐，我不是个白吃亏的人。凡是欠了我的，我一定叫他还回来。姐，你信不信？
我信，但我就觉得你一个小姑娘单枪匹马的，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要实在不行，你就还回我这儿来住吧。回来当保姆啊？不可能的了。不打扰。那就这么定了啊，秋华，你做无罪辩护的部分，我针对事实认定以及证据的问题在量刑上做努力。然后咱们这回去会见的时候，争取说服许建设积极赔偿。只要他有了态度，咱们再去找受害人家属，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份谅解书，协商赔偿谅解。许建设就应该是无罪的呀。有罪没罪不是他说了算的，现有的证据没有办法证明他无罪，但是能证明他有罪的证据却很多。行了，反正这回你就跟着我们吧。然后呢，准备一下这次开庭的材料啊、证据啊什么的。等我们俩在庭上的时候，针对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能拿得出来就行，好不好？哎，可我就是觉得他是无罪的。你又不是法官。喂，秋华。好，我知道了。罗云子，前台有人找你。谢谢。你们来干什么呀？罗英子，刘明上了追逃名单，这事儿是你干的吗？是我报的案。你怎么这么干的？你太狠心！冷静！你干什么呀你？你这就不让我活了是不是啊？我不活了！我，你和刘明到底是夫妻呀？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啊？老岳，少说。闹够了吗？要是闹够了就换个地儿说话，没闹够就叫警察。闹够了。我们来也是为了好好商量啊。你走吧。别说了，省着我听我一个人，今天我没说啊。早安。没怎么，我这辈子都不想用后脑勺对着你们。早安。没怎么，我这辈子都不想用后脑勺对着你们。就是这间了。女士先请，好，这边请。来2碗牛肉面。您光点2碗牛肉面。对。女士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包间呢是需要支付费用的。啊。这100块钱给您的，面钱我会担负。我应该只用半小时的时间，不会耽误你们接待客人。行，谢谢。这边请。说吧，什么事儿？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站起来说话啊！要不听我们说完，不站起来。你们要是不站起来，我可就走了。哎，英子，英子，我们错了。银行让我们俩作证，说你参与了刘明的贷款，我们知错了，向你道歉啊！这次出来，知道刘明上了追逃名单，我们更后悔了啊！我们俩想，你能不能跟警察说一声，就说你报案报错了，让警察把案子给撤了。我报假案，然后警察来抓我是吗？不是，这个刘明呢，
知道他上了追逃名单，整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后悔死了呀！他想啊，马上赶回来，亲自向你道歉，他知错了，你能不能饶过他这一回？啊，看在2位老人的份上，啊！刘明在我这儿已经死了。当你们向警方作伪证，告诉他们是我和刘明一起去骗贷款的时候，你们想过今天会求我原谅吗？英子，今天就算我求你啊，看在我们就这一个儿子的份上，我父母就2个孩子是吗？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我就走了。给你们点了饭，吃完了就回去吧。罗英子，我都求你了，你还要害我儿子吗？啊！我不会放过你的。没事儿。对了，夏叔，托你办个事儿啊。什么事儿？请你美国的同学跟美国移民局举报一下，就说刘明上了中国警方的追逃名单，说他在中国涉嫌犯罪。行，这事我愿意干。夏律师怎么没来啊？您见过夏律师啊？你们上次不是让我签了一个补充协议，说要把一个什么夏律师给补充进来吗？夏律师今天在别的案子上啊，但我们3位律师的意见是一致的。许先生，我们今天来是提醒您，到了法庭上，你一定要表达出一个积极悔罪的态度。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就没有办法说服法官的。许先生，能打回重审很不容易，你要珍惜这次机会。对了，许先生，赔偿的事情你想清楚了吗？打算赔多少呢？1审的时候，法庭是把主要责任判给了您，张玉林只是从犯。张玉林向受害者家属赔偿了60万，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您的赔偿金额起码要超过这个数字，您同意吗？如果您现在不表态赔偿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找受害者家属争取对方的谅解，这对您的量刑也是很不利的。让我再想一想。可是开庭之前，我们只有这一次会见的机会了。您现在决定，我们还可以去做受害者家属的工作。好吧，赔不赔在你了。那我们的辩护策略你是知道的了。邱律师这边做无罪辩护，我这边是罪轻辩护，这样可以留有充分的余地，帮您争取到最好的辩护结果。您同意吗？我在法庭上能为自己辩护吗？可以，但我们不建议您这么做。许先生，您在里边和外面的信息隔绝，我们不认为您为自己辩护是个好办法。当然了，我们作为律师也有义务告诉您，您可以这样选择。你不觉得他今天的态度特奇怪吗？而且对咱们还有点敌意。敌意？不可能啊，他对咱们能有什么敌意啊？可是明明上次他态度已经软化了，还愿意考虑认罪呢，可这一次的态度又变得强硬了。你说会不会是有人跟他传递什么错误信息呀？但也不应该啊，他除了我们见不到别人呀。反正他是同意，咱们分2步辩护了，也不错。我就不明白了，这许建设有好几套房子，他随便处理掉一套，
不就能赔偿受害者家属吗？他为什么坚决不赔偿啊？可能他真的无罪，他一定是无罪才会这么坚持的，肯定是这样。许建设故意伤害一案，现在开庭。被告人姓名：许建设，年龄43，家庭住址：被捕前住在京北市城西区望海花园27栋D座。本院认为，被告人和受害人之间有债务纠纷，早就有预谋要加害对方，又因为琐事发生争斗，被告人罔顾法律，持棍将被害人殴打致死。被告人到案后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至今拒不肯向受害人家属道歉，依法应该严惩。被告，公诉人对你的起诉可曾听清？听清了。你对起诉书上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异议？不能认罪啊！建设，我跟你说话呢，千万别认罪！我跟你说，他们都是官官相护的，就想把屎盆子扣你身上，你可别认罪啊！建设，走出法庭！我跟你说，他们就想把你当替罪羊，你认这事儿就完了。建设，你听懂我跟你说的话了吗？千万别认罪，你不能当替罪羊！建设，千万别认罪！建设，别认罪啊！被告，你对起诉书上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有没有异议？我不认，我是被冤枉的，我要求回避，所有人都要回避，被告，法庭允许你说话再说话。我告诉你们，想合着伙的陷害我没门，我不认，死也不认。法警，把被告带下去。有本事你们就判我死刑，要不然的话，早晚有一天我会出来找你们算账的。我是被冤枉的，我不认，我死也不认。许建设，这开庭之前咱们事先不是都说好了吗？你今天法庭上这样，不是在自绝声明吗？少来这套，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人。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许先生，我们是您的律师，请您说话放尊重一些。您今天激怒了受害者家属，他们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非要对您严惩，您这不是自己害自己吗？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惦记我那几套房呢。许先生，法庭马上就要再次开庭了。下次开庭，如果您还像今天一样失控，您很有可能会被判无期。我怎么就失控了？我早就想说了，开庭之前我就知道你们跟他们是一伙的，把屎盆子扣我一个人头上，拿我当傻子耍呀，没门儿！许建设，开庭之前你就知道是有谁跟你说过什么吗？你管不着，反正我知道，我用不着你们辩护了。许先生，这可是您本人意思的表达吗？是。许建设，我再次跟您重申一下，法庭马上就要再次开庭了。您这个时候选择换律师，后果您可要考虑清楚。
我宁愿站着死在法庭上，也比被你们耍着强。我正式告知你们，我要换律师。我怎么觉得咱们俩被人暗算了呢？我也觉得，这事儿发生的太不可思议了。哎，你看马丽丽在这法庭上的时候，分明就是在暗示许建设，可是许建设也特别配合他，但他们俩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见面呀。而且这马丽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许建设在里边不了解情况，可他了解。对啊，他难道不清楚他这么做对许建设意味着什么吗？怎么了？顺利吗？顺利，被人开了。啊？怎么会呢？上车再说吧。我那个，我们先上车，他说，是不是玛丽让你干什么了？你快说，你别吞吞吐吐的。不是，你们听我解释。就那天见了马丽丽之后，有一天她突然说要约我在律所门口的咖啡厅见面，说要委托我给许建设带个口信。什么？走，去那边说去。然后呢？他跟我说了很多，一直在求我。我觉得他真的太爱许建设了，他俩很不容易，我就去见了许建设一次。不是马丽丽约你见面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你跟许建设去见面，你也该跟我们商量啊。我没法找你俩商量，那时候你在拘留所，秋华在忙你的事儿，而且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不是什么大事儿吗？你怎么跟许建设说的？你学给我们听听。我说。我也相信你是无罪的，你要相信法律，我们一定会为你斗争到底。不可能！你要光说这些的话，他怎么会把我们俩开了呢？你肯定还说别的了。我说，既然发回重审了，那证明二审法庭觉得这案子确实有蹊跷。如果他能坚持无罪的话，说不定能判无罪呢。我就说了这些。马丽丽让你去你就去呀，你没长脑子呀？就你长嘴了是吗？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就是相信他是无罪的。夏叔，你觉得我们3个人是什么呀？是郭佳佳是吗？啊，你把我们当一个团队的吗？我错了，罗英子，这就是你找的好队友。他跟了我们2次，坏了我们2次的事儿。你知道我有多努力，我才活到今天这样的吗？我绝对不允许我身边出现这样的猪队友。我自己坐公交车了。秋华，对不起，你别走，罗英子。秋华，对不起啊。英子，你说马丽丽是真想让许建设出来吗？你说我自己都想不通，我们俩本来都离婚了，我这是干什么呀？我再说句不好听的，他在监狱里头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因为他在外头都没人了。外面他有点什么事儿，他不都得找我呀？我蒙他都行。许建设名下有几套房产，起码4套，对吧？这4套的市值，怎么也得有大几千万了。他们俩都已经离婚了，拿不到许建设的委托，这马丽丽就没办法处置这些房产。不过他名下有几套房，就处理1套，别说代理费了，干什么都行。能不能让他把这个给签了？委托书。所以马丽丽就总想让咱们帮她去代签那个委托书，但是咱俩都拒绝了。所以她就让夏叔传话，让许建设对咱们产生不信任感，让许建设把咱们开了。如果许建设判了刑又出不来，他就可以去探望许建设，拿到许建设的委托书，从而就可以把许建设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如果这世上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那一定指的就是我和我们家建设。他托咱俩去签委托书，咱俩不去，
就盯上了单纯的夏书，最后呢，就在法庭上发飙，实则就是鼓动许建设千万不能认罪，激怒受害者家属，要求从重处罚许建设。司机师傅，您能停下车吗？我们这儿有急事儿。前面马上到站了。怎么了？我想着咱们赶紧回去会见一下许建设，没准还来得及。可是咱们这个代理关系已经解除了呀。这是口头上的，试试吧。再找找附近的公交车站吧。九华，要不夏叔的账以后再算，咱们先上他车。快，走。走。是他们两个吗？对，这是他们证据。许建设已经解除了你们代理协议，他不见你们啊？警察同志，那个我们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儿，一定要见到许建设。您能不能再跟他做做思想工作？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辩护了。你们现在已经不是他律师了，无权回家了。他家里也给他请了新的律师，回去吧。不是，警察同志，回去吧。警察同志，您看，下一位。哎，走吧。我其实原来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老韩是我的师傅，但是我现在不得不承认。为什么呀？你还记得办王大福案的那会儿，老韩说过一句话，他说作为一名律师，第一个对手就是自己的当事人。即使我在王大福案子上差点中他老婆招，但是当时我还是不愿意承认这句话。我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当事人。现在我是知道了，老韩确实应该算是我师傅。真没想到，我这干这行第一句至理名言，竟然是他告诉我。夏叔，谢谢你送我们回来。以后你还是回你的合伙人办公室吧，不用去我们那儿了。你要跟他搭档，我就退出。夏叔，对不起啊，咱们还是回归到最开始那样吧。所里这次还组织年轻律师去观摩，真是糗大了。管他呢，好歹这案子咱们打过成审。秋华，待会儿咱们仰着头进去啊。哎，我不生气了吧？这不是说了？有一个上去，有一个大的，人那儿都上去，回茶回茶。是生气了。罗英子啊，秋华，这个
法庭上表现不错啊，没关系。这个什么当事人都能碰上嘛啊，碰多了就习惯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师傅，谢谢您啊，师傅。解除了。对。他是不是和外面的什么人有联系呢？他是和他那个他前妻马丽丽，不是在旁听席上都直接提示了吗？重审的代理费交了吗？没有。马丽丽说没钱付，本来想好了重审完了，合法拿到许建设的委托书，他帮许建设处理一套房产就交给我们。但是现在这样，算了，对不起啊，方律，这案子被我们打成这样。现在说什么还有用吗？接受教训吧，啊，赶紧忙去吧。好。好好的一个案子，打成这样，真不甘心。你说他不用咱们，他会用谁呢？肯定得受他摆布的呗。能达到他目的的，让许建设一辈子在牢里出不来的，还得想办法能帮他拿出房产呢。我看到他和胖子冲在最前面，他还一直在喊着说打死他，打死他。李占军那几天啊，到处找他，要他还钱，他没钱还呢，到处躲。那天晚上3点多了，他突然敲我门，说出事了。后来我们在树林外面看见他和胖子出来了，棍子还在他手上，他甩了甩，好像在甩上面的血迹。有一回他躲到我那儿，说李占军这人啊不仗义，还说什么不然的话就做了他，打死人了，得跑，管我借钱，我从家里拿了300块钱给他。辩护人有没有异议？有，那个，乙方确定撤销民事赔偿的要求吗？放弃，我方坚决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全体起立。本院经审查认定，被告人许建设目无法纪，因与受害人有债务纠纷，借机报复，故意伤害致受害人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之规定，被告人许建设犯故意伤害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无期徒刑。罗丽、秋丽，恭喜啊，马女士！这什么意思呀？这不是正好是您想要的结果吗？终于实现了，您前夫出不来了。这事儿都不是他自己作的吗？跟我有啥关系啊？哎，您说他出不来了，他这财产能变成您的吗？他那里头都有牢饭吃了，要这么多财产干嘛呢？你看，说厉害还是马女士厉害哈。你说你们俩这又何苦呢？
咱要一块来联手，这钱你们不就挣到手了吗？嗨，这不是巧了吗？我们俩正好对吃人血馒头不感兴趣。你们俩这吃亏啊，就在于太认真了。走吧。我有一种感觉，什么？咱们俩和他的故事还没结束呢。这回吧。来帮你吧。哦，谢谢。哎，你是那个刚才被告的律师是吧？哎，咱们是同行啊，我介绍一下，我是量身所的罗英子。我是秋华。方正所的何明。你看你这东西挺多的，要不然放我车上吧，顺你一路。不合适吧？不用麻烦了。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走吧，别客气了。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好，走吧。哎，何明是吧？哎，你转正了吗？没呢，我现在还在实习。秋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被我猜中了吧？猜到什么了？哦，罗律师猜你可能是实习律师，受师傅欺负。没什么，就是我觉得他明明有车，你说这么重的材料还让你自己扛回去，就是真够行的。什么事儿？这没事儿，出点力嘛。是，你这话说的没错。咱们年轻人嘛，多出点力无所谓。但是要是让你做什么违法的事儿，那就麻烦了。你说将来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责任全在你。不是，您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吧？我们俩是原来许建设的律师。啊，嗨，我们俩啊也是傻，这辛辛苦苦的把他这一审无期的案子打成发回重审，但是就是因为拒绝了他前妻提出的违法要求，然后就被他前妻给开了。后来我们看他们找你们了。就觉得他肯定是有点什么目的。您指的目的是什么呀？他们没让你们私下让许建设签什么委托书之类的，这可是没经过法院和公安的许可吧？而且他们俩已经是离婚关系了。你看，果然就被我猜中了。哎，师姐。那个刑法第306条第1款是怎么规定来着？辩护人与当事人串通伪造证据，这应该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是吧？他这事儿肯定是违规了。哎，但是你觉得他这个够得上入刑吗？罗律师，你别吓唬人家小何律师。哦，小何，你是个律师，虽然现在暂时只是实习的。但你心里也应该清楚，什么事儿该干，什么事儿不该干。你具体的事情你不用告诉我们只是想给你提个醒。不管是你师傅让你干的，还是马丽丽让你干的，你最好想办法能够找到规避自己责任的证据在手里。这样，万一将来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也有能为自己辩护的余地。我能和你们俩其中一位谈谈吗？只能一个人，别带手机。咱们去那边吧。你们是什么时候见到许建设的呀？之前我们去看守所见过他一趟，但是具体他们之间是怎么谈的，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马丽丽在咱们开庭之前就去找他们了。咱们8月9号开的庭，他们8月1号搭上的线。小何他师傅收了马丽丽很高的代理费，马丽丽只提了一个条件，你知道是什么吗？让许建设签委托马丽丽处置房产的文件呗。对。8月13号，他们第一次会见的许建设。当时小何让许建设签委托协议的时候，夹带了那份文件。他师傅借口打电话先一步离开了，也就是说，他师傅把全部的责任都压在了小何一个人身上。哎呦，这师傅可真够坏的。
也奇怪了，他师傅跟老韩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每个月只给3000块钱的生活费，能不能拿到提成全看师傅高兴不高兴。跟老韩一样，师傅经常不高兴。谁还没在职场上碰到过个把老韩呢？哎，你应该再手把手教教他。对于每一个老韩的受害者，我们都应该施以援手。我刚才跟小何简单的聊了几句，我猜啊，他应该也留了一手。反正我让他自己处理了，该提醒的咱们也提醒了，这事儿咱就别沾了。这马丽丽太歹毒了，一切都按她的设计进行了，许建设也出不来了，所有的财产都归她了。自从小何他们接手以后，马丽丽坚持无罪辩护，他们还给许建设灌鸡汤，让许建设相信法庭一定会判他无罪。哎，王八对绿豆，哎，这许建设碰马丽丽啊，真是找对人了。罗律师的意思就是说，这老丁有可能是温丽的下一个目标。英子呢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不太相信。为什么？老丁这个人我了解，他呢是一个工作狂，在商场上是一个很厉害的竞争对手，但是他对男女之情好像没什么兴趣啊。太绝对了吧，男人都有点烦心。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些年在老丁身边的女人有很多很多，没有一个得手的。没有得手，他有没有什么子女啊？他有一个独生子，好像一直是他的心病。当初他把他送到美国的时候，是希望那孩子学企业管理，将来接手家族的生意。但是他儿子好像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一门心思的想进好莱坞，想要拍电影。我还听说那个孩子好像现在回来了。What did you come for? You don't owe me anything. I'm going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Take care of you and cure you and remain with you if that happens. But you can't help hiding. You're not going to jeopardize your standing as a doctor. You're just getting started. I won't let you be stupid about it. I couldn't bear it away from you. I went through yesterday, holding my breath as if I were being hunted. I couldn't eat or work or do anything with you. So I had to come. I'll get a room on this floor. I'm here as your doctor only.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ove. So I had to com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ove. Nothing at all. Try remembering. Let your mind go back to your childhood. Was it happy? Whom did you know in your childhood? I'm contemplating. I can't see my heart. 他的目标不是老丁，是这个小丁。他想先认识老丁呢，完全是在曲线救国呢。还有啊，你前夫给温丽这封信寄出去没有啊？英子呢让他把信写了，但是他说最近他有点忙，等他忙完了，再让他把信寄出去。看这样，罗律师是把这立功的机会留给我了呀。邱律师啊，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想见你前夫，但是能不能抽个空陪我去一趟？咱们跟宋华鼎商量一下，看看他给温丽的信怎么写，行不行？好，谢谢。写的不好，太生硬了。孙总啊，你得让他以为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是一心一意的等着出去之后跟他要在一起。你得说点情话呀。您不用看肖总，你们两个现在是利益共同体啊。您现在说什么做什么，肖总应该都不太会介意吧？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介意。好吧，然后你还得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把我介绍给丁总。我再把温丽的这封信寄出之后呢，我就会动身去上海了。
丁总，我叫温丽，是孙总孙华鼎介绍我来的。哦，孙总不是被判了吗？啊，您知道了。坐。已经快2年了。嗯。再有不到1年半就可以出来了。啊，丁总，这是孙总让我交给您的信。你是他的秘书啊？对。我从孙总草创的时候就跟着他打工，那时候是真艰苦啊。没想到孙总事业出成就经此大难。孙总出事以后，公司其他人都跑了，就连他的太太都跟他离了婚。可我毕竟是跟孙总干起来的，谁走我都不能走啊。这2年我经常去监狱看他。孙总帮我又在上海开了一家房产销售代理公司，也是想着给孙总将来东山再起积累一些资本。丁总，孙总告诉我您一定会帮我的。那他有没有说我应该怎么帮你啊？孙总的意思是，能不能把您开发的房产交给我销售？可是我们有销售商了。丁总，我一个弱女子，以前都是跟着孙总打杂，根本没什么经商经验。本来我也不想接的，可是孙总出事以后，他的资产被他其他的股东和他前妻剥夺得一干二净。如果我不帮他，他出来以后一穷二白，这辈子还能不能翻身就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什么。这都是他自己做的，你说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吧，我把我们的副总经理介绍给你，你来跟他谈，好吧？啊，好。爸，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我办公室的小黄跟小林给开了？我这有客人，你没看见吗？他们是我的人，你要开我的人，好歹给我打个招呼吧。他们不适合在我们公司。他们是我朋友。徐伟，你应该知道，我们是有严格管理制度和运行规则的商业公司，不是什么梁山泊。哼，我知道，你就是觉得他们和我一样，都只喜欢拍电影，不喜欢做生意。你呀，就是诚心想把我电影创作上的合作伙伴给拆开。是，你说的没错。你是公司的副董事长，不是玩票的。行了，赶紧出去吧，我这儿还有客人，好吧？爸，哎呀，爸，你得让他俩回来。他们2个除了会拍电影，别的什么都不会。你把他俩开了，他俩连饭钱都没了。那我更不会开他们。我这个地方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也不是什么人可以随便混进来的。没人味儿。喂，小顾，我这儿有一位孙华鼎介绍来的，姓温。哦，温小姐。她刚刚创建了一个，地产销售公司，想跟我们谈合作。我把她介绍给你，你跟她谈吧。好的，就这样。行了，你过去吧，就在那个地方。顾总，你一问都知道。谢谢丁总，改天请您吃饭。行，去吧。喂，之前我听说孙华鼎是因为一个女人出的事儿。喂，之前我听说孙华鼎是因为一个女人出的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反正是你就在商言商吧，同等条件下，适当的倾斜，好吧？就这样。顾总，项目的事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好，放心吧，温总，我们一定会认真评估，优先考虑你们的。
那您看，你跟丁总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们吃个饭。好啊，回头我跟丁总说一下，有时间我们一块儿约。好，6步。好，再见。再见，慢走。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肮脏的血液。小黄，我真的受不了了。哎，我今天和我爸聊天，聊什么别的聊的都挺好，可是就是一提到让他给我拍电影投钱，我们俩就吵翻了。小黄，你说我爸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他完完全全就不懂我，一门心思就只有他那点生意，他那点钱。哎，一个人看似拥有了一切财富，可他的灵魂却时时刻刻地处在孤独之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绝境？现在懂我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行，我先去画分镜头。谁呀？你好，嗯，您是丁总的公子吧？刚才在您父亲的办公室见过。啊，生意上的事儿你找我爸聊，我这正忙着呢。您是忙着画电影的分镜头呢，画了这么多，太有才了。这还不是小意思吗？哎，那个生意上的事儿你去找我爸聊啊。I have to com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ove. 您上午是不是在电影院看的《爱德华大夫》？对。我来找丁总之前闲得没事，也去看了那场电影。刚刚就觉得眼熟，仔细想想，我们看的是同一场电影，真是太巧了。哦，原来是你，真是太巧了。你也喜欢希区柯克？是啊，没想到小丁总也是电影发烧友。我刚从美国回到国内，也没个朋友一起聊聊艺术，谈谈电影。刚才听到您跟您父亲的对话，觉得小丁总不是一时风雅才喜欢爱德华大夫的，是真的喜欢电影。所以我聊完工作，就鲁莽的来敲你的门了。哎，那我怎么称呼你啊？我姓温，温丽。哦，温小姐，请坐，请坐。不好意思啊，不该给你这张散发着铜臭气的名片。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毕竟搞艺术也是需要钱的。你说的太对了，这正是我们做电影人的无奈啊。哎，温小姐，你刚才说你刚刚从美国回来？是啊，我在美国留学了几年，在纽约大学读电影制作。我一直认为，如果讨生活，在国外就可以了。要是做艺术，一定要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所以我就回来了。可惜国内的电影业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我也没有找到发展的门路，不得已才跟朋友下海一起做了房地产生意。说的太对了。哎，你刚才说你是在美国纽约大学学电影？是啊。我当时为了申请这个纽约大学的电影系，申了多少遍，人家都不要我。后来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跑到好莱坞去混剧组的。哎，温小姐，那你现在做电影，具体是在做哪一行啊？丁总，我是来找你父亲谈业务的。电影的事，咱们还是别在这个环境聊了。总觉得气氛不对。没错，这充满铜臭味的地方。要不这样，明天我请你喝咖啡。好啊，哎，不过是我请你喝咖啡啊？不，一定是我请你，请你给我个机会，好好跟你谈谈艺术。太好了，你给我个名片吧，我定好了地方联系你。哎呦，咱们还要什么名片呀？来，直接加微信。好，我扫您来。不，我扫你。哦。好，明天见。明天见。
玛丽来了。她来干什么呀？她不都结案了吗？目的也达到了。她说要举报我们3个。举报什么呀？她说她要举报我们帮她和许建设串供。她说现在许建设被判无期了，都是我们的责任，她要个说法。她疯了吧？她得了便宜卖乖了。她在哪儿呢？在会议室呢。我一听她说，我就赶紧来找你们了。怎么办？都是我的错。别慌，她既然来了，就是有备而来的。咱们也去商量一下对策。走，咱们去那儿。他说举报咱们帮他串供，他有什么证据啊？你见许建设那一天，你都做什么了？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说实话？我上次见马丽丽，她给了我一封信，说是家书，她让我转交给许建设。什么？我没交，我没转交。我当时也觉得这事儿不靠谱，我还去问了陶律师，他也说这事儿不合规定，我就把信给还回去了。不是，那你还回去了，不就没事了吗？可是你现在特别慌，说明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没跟我们说吧？他给我看了一个视频，他偷拍我，那个视频里我把信收下了。我那时候是为了安慰他才收下的，我后来在律所门口把信还给他了，只有我俩看见。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要是有撒谎，天打五雷轰。也就是说，马丽丽拿着你收信的视频，说你把信交给了许建设，以此来串供，是吗？我没想到他会这样。你没想到他这样，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你以为他跟你一样缺心眼儿啊？万一他要真举报了你，律师资格丢了是小事，说你违法都不为过，你知道吗？秋华，你放心。这事儿和你俩没关系，要出的事情也是我的。夏叔，你别闹了，这事儿怎么就跟我们俩没关系了呢？这当初是咱们仨一起搭档干这案子的呀。不过呀，这马丽丽现在就是断章取义，就算她断章取义能成功，那夏叔顶多是违反律师职业纪律而已。那要说到违法，那首先也是马丽丽违法。许建设已经被判无期了，马丽丽已经达到目的了，她为什么还来威胁我们呀？因为他疯了吧？30万，他是为那30万来的。2审的时候，他交了30万的诉讼费，他想要回去。我觉得他不至于。至于，他看钱看得比什么都重，他肯定是为这钱来的。原来他是为了这个，那大不了我赔给他。夏叔，打住啊！你一个干律师的，你就甘愿受小人欺诈呀？英子，人家夏叔愿意赔，你就让他赔吧。30万对人家来说是小意思。花钱买教训，还破财免灾呢。不是秋华，重点不在于这30万，重点在于咱不能受小人的欺诈。如果咱真给他30万了，就好像有小辫子握他手里一样，那将来他只会一次次的敲诈我们。有第1回，那就有第2回、第3回，咱不能给他开这口子。那怎么办呀？咱一做律师的还干不过一小人吗？他不是在会议室吗？咱去会会他去。走。哎，马姐，抱歉啊，让您恭候多时了。我刚还跟邱律师说呢，这将来啊，我不再崇拜别人了，我就崇拜您。这一套挪闪腾仪玩的是真不赖。哎，许建设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不来的。他不是被你们给害的吗？看见了吗？这就是我崇拜马姐另外一面，撒谎都不带打磕巴的。说吧，怎么被我们害的？怎么不是被你们害的？要不是你们辩护不力，本来都已经发回重审了，怎么现在又判成个无期了？等等啊，咱捋一捋。被判无期的时候，可不是在我们手里判的，在我们手里面是打回发回重审，把我们给换了以后，换了那潘律师才打成了无期，对吧？所以您这个理儿啊，爱跟谁说跟谁说去，没人会支持您。那行，那我问你，是不是你们帮我跟许建设串供？让他在法庭上不认罪才判成无期的。我们帮您串供。马姐，您没搞错吧？我给他写的信是你们捎进去的吧？哪有信啊？信在哪儿呢？夏律师，那封信是你捎进去的吧？夏叔，你帮马丽丽女士带过信啊？我根本没给她带，回头就还给她了。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了？姑娘，我告诉你啊。我这儿可有你拿我信的视频证据，那封信就是我跟许建设的暗号。
是你给烧进去的，他知道怎么读。哦，原来您就是用这种办法跟许建设串供的。邱律师，马丽丽女士刚才说那些话都录下来了是吧？都录下来了。马姐，是自己跟公安交代呢，还是我们交给警察？你们怎么那么无耻啊？跟当事人说话，你们怎么还录音呢？谁无耻谁知道。今儿来绕这么大圈子是想干嘛呀？把30万还给我，我的人你们也没救出来。看见了吗？秋华真说准了，真就是为这30万来的。哎，马总，你都把人许建设关牢里了，把人钱都搞手里了，还差这30万呀？这是我辛辛苦苦挣的钱，我凭什么不要这30万呢？现在咱不聊忠贞不渝的爱情了，改聊钱了是吧？不给，你不给你不怕我告你啊？告！出门左转派出所，出门右转就是律协，随便你怎么告。你别在这给我耍流氓！你到底给不给？你看我像流氓吗？不给。行，你等着去。气死我了，真的，真气死我了！哎，我一直就有一种理论啊，如果你总碰着什么人啊，说明你就天生招这种人。哎，秋华，你就说我是不是天生就有这种招渣体啊？我，那没办法，谁让你选择当律师的呢？我还真不想当了。哎，你说他出门会往左还是往右？罗英子，我要不还是把30万还给他吧。我不怕他告我，我怕他连带上你们俩。你就闭嘴吧，大小姐，你就是真的有钱，也不能往烂人身上砸，知道吗？我觉得他不会往左，也不会往右，他不就想把那30万要回去吗？他肯定还得回来向所里举报，把这个钱要回去。那这所里会有什么态度？那可不好判断，人家手里可有夏叔收信的视频，但咱们手里没有还信的视频呀。那怎么办呀？现在我还能干点什么吗？你就少添乱吧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要做，你就要回到你的办公室里面继续打你的游戏就行。这是我的错呀，不能这样。罗英子，如果要赔偿的话，你就去打打你的游戏，好吧？在那就算是帮了大忙了，你给我安静一会儿吧，让我们俩自己讨论讨论，好不好？快回去吧。哎，说真的呢。如果他真捅到所里去，所里会有什么态度？那还用说吗？所里肯定会保夏叔啊，所以这事儿要是不闹到警察或者律协那儿，问题就应该不大。可是虽然夏叔没送信，但是现在玛丽可是一口咬死。如果所里真认为夏叔私下给当事人传递信息，帮当事人串供，那对他的职业前途也是有影响的呀。人家夏叔的职业前途还用得着你操心呢？人家有好爹。秋华，你别这样。我当初在家里躺着吃香喝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会变成这样，对吧？那谁知道夏叔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而且夏叔这人就是太单纯，他做人没什么大毛病，总惹事儿还不是大毛病？不是，那韩之通那样的才叫大毛病，马丽丽那样才叫大毛病。他不会做事儿的人，往往为人不会太差。而且这件事最关键的是，不能让马丽丽敲诈夏叔成功。一旦敲诈成功了，就等于是敲诈我们。不管怎么说，夏叔是我们的人呀。周正义，你有话快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猎物刚刚摇曳生姿的从我身边经过，刚要上电梯。住在我隔壁1224房。哟，你们俩住隔壁去了？行啊，隔壁小陈，我看好你，我早就说我看好你了，你就跟温丽是绝配。你说什么呢？谁跟他是一个层次啊？那你是什么层次啊？我跟你一个层次。胡说八道。跟你一个层次。陈硕找着温丽啦。啊，电话上这么说的。
不是秋啊，你说咱们俩这也算是摆脱了饥寒交迫了吧？这怎么成天还把自己活得跟个加班狗似的呢？哎，我告诉你啊，我是不加了，我走了。你先走吧，我还得再弄一会儿。你那个和你男朋友那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啊。怎么好好的又扯上他了？不是你要足够爱他，你能舍得这样没白没黑的在这加班吗？你这话还真说错了。我就算嫁给一个钻石王老五，我该加班也得加班啊。养活自己的钱还得自己挣，别到时候哪天把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给卷走了，那我不是傻了吗？哟，您这儿点我呢是吧？我听出来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找张全去，你信吗？你快去吧。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没有说一句。曾经我用尽力气，所以不可惜。天生会乐观的人群，总在夜深人静自语，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为一个结翻山越岭，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雨过天晴，怎么算公平？费德里科·费里尼，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编剧、制片人。喂，明明。丽丽，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好想你啊！我一个人在这边，我都快寂寞死了。我也想你。我一个人在外面住酒店都怕死了。可是能怎么办呀？你放心，我正在托人呢，看看能不能让公安销案，把你从这套名单上去掉。不然的话，我们这一辈子都要逃亡了。明明，你不知道，我找不到人帮我，每天低三下四的求人，快难过死了。我知道这段时间呢，你辛苦了。有个事儿啊，丽丽，就是我爸妈肯定担心死我了。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们？那还用你说？我早去看过了，只不过是远远看吧，没敢过去。我怕呀，我一露面，警方就发现了，也怕他二老一激动，不小心说出来，对你更不利。明明，我知道现在很艰难，但我们一定要忍耐，等这场风波过去，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来了。好吧，丽丽，我主要就是太想你了。我也想你。明明，这边都快1点了。哦，那不说了，丽丽，你早点休息吧，晚安啊。晚安。晚安。烦死了。关注的都是电影。你完了！你得火速的给自己扮成一个艺术家，要不然你套不住你的猎物了。
马律师，你找我啊？哎呀，孟律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大学同学，京北大正律师事务所陈硕律师。你好，陈硕。陈硕，这位呢是孟律师，博士地产的法律顾问。坐。陈硕呢是想向你了解一下丁兆光家里的一些事情。我当事人的情况不方便自己议论。孟律师，咱都是同行，不该打听的我肯定不打听，您放心。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告知您一个情况。我最近代理了一个案子，我的当事人呢是被一个女人骗的，而这个女人现在就在上海。我觉得她应该是盯上了丁氏父子。你喜欢 Christopher Nolan， 我也喜欢，我还喜欢 Quentin Tarantino。你像他的《落水狗》啊，《无耻混蛋》呀，《低俗小说》呀，我也喜欢。天哪，我遇到知音了！哎，那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部作品啊？我可以先去一下洗手间吗？哦，好，我们回来聊。好。背了一晚上全没用。昆汀，塔什么洛？落水狗。这都行？我跟你们说啊，这每一个儿女啊都是前世的冤家，我太相信这句话了，真的。你说丁兆光做生意又准又狠，对钱，他就像是一只可血的野兽，哪怕是1分钱，他都会把命拼出来。可偏偏呢，就养了这么个儿子，真正的是视金钱如粪土，他又离不开钱。每天想的就是啊，怎么把老子钱弄出来去供他拍电影。可问题是，他懂电影也好啊，在好莱坞啊当过几年小工，他就把自己当艺术家了。丁老爷子不管他呀？怎么不管啊？就连女朋友都是老爷子替他包办的，能有什么办法呀？丁兆光啊，早年丧妻，这些年啊，为了做生意，不光是没去闲，连孩子也没顾上，就给了一张不限额的卡。小年纪呢，又送到了国外，所以对儿子呀，一直是心存愧疚。这女人出手就是稳准狠，啊？谁呀？没事，您继续说，孟律师，我接着听。玉茹，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是我有意和我爸作对，是我真的对做生意的事没兴趣。哎呀，玉茹，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我就是不喜欢做生意。行了，我这儿还有人呢，我回去开会行吗？好，我先挂了。女朋友？算是吧，我爸介绍我们认识的。不过呢，他对我一直也挺不错的。文丽，我呢一心一意就只想拍电影，追求理想。可他呢就是不理解我，每天劝我是听我父亲的，跟着我爸做生意，走我爸走过的那条路。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做生意有什么意思啊？这来回来去不就是钱吗？可不是嘛。但是现在呀，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们了。哎，对了。刚刚聊到昆汀，我觉得他的作品呀……哎，行了，被这通电话搅的呀，确实没什么兴致聊电影了。我们公司啊，本来今天下午有个董事会，我没去，这不嘛，玉茹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让我去公司开会，我还得去趟公司。哎，很高兴认识你，文玲。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领导。希望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聊电影。一定的。啊，对了，你喜欢导演？我就不一样了，我喜欢编剧。你是编剧？哎，那你有什么作品吗？哎呀，都是一些习作，写着玩呢，不值得一提。哎，别介，如果你不介意啊，你可以把你的作品发来给我看看，说不定咱俩还能合作呢。好啊，那我回去整理一下。那我就期待着你的大作了。好，这今天真得走了，咱们随时约，一定约。好。我说老板，您看咱这部戏什么时候开机啊？我找个大师，算个时间，差不多下个月合适。小伙子，机会难得啊！机会难得。我们导演说了，这次我们的服装和造型啊，都是请的国内一线的老师。到时候您的形象一出来，肯定是非常甜美的那种邻家小妹妹的形象。谢谢导演。
你做过什么呀？来，我给你看看我的作品。这些都是。谢谢。可以啊。那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上面。近是。我可以借你这里充下电吗？哦，你随便。插不进去。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谢谢。这种地方真不适合写东西。可奇怪了，我好像只有在这里才有灵感。其实我也是。那个马克·吐温就喜欢在这种地方写东西。对，我经常觉得我一定是受了马克·吐温传记的影响，才会喜欢在这里写作。那个，我叫于东，是一个电影编剧。真巧，我也是电影编剧。你好。你好。要喝点什么吗？都可以。您好，酒单。谁？他要找我？好吧，你把他带到会客室吧，我马上下来。罗英子，你们那个当事人马丽丽来了，非要见我，到底怎么回事啊？哦，方律师，那个有个事儿哈，我们也没及时跟您汇报，但是既然她来了呢，要不您就先听听她怎么说吧。需要我跟秋华过去吗？啊，不用，我自己过去，先看什么情况。挂了。马丽丽会跟方律说什么呀？还用说吗？那咱们怎么办？反正事情已经做下了，咱们就尽力挽回吧。至于所里和方律怎么想，咱们也控制不了，是吧？当然。那既然控制不了，那我们就想想怎么对付这马丽丽吧。你说他们帮你和许建设串供？对啊。我要把这事儿说出去，你们律所也脱不了干系吧？我觉得首先是你脱不了干系。即便像你说的那样，他们这么做，可能只是违规，你可就是违法了。说吧，想要什么？我当初可是砸锅卖铁凑了30万，是要给许建设免罪的，不免罪减罪也行啊。可是你说现在无期还是无期，我这30万是不是白花了？你说你们律师动不动就几十万的，拿了钱不办事儿，你们觉得这几十万是小数，但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可是大数，砸锅卖铁的钱。你是不是得把这30万还给我呀？要是不还呢？我坐牢我也要把这事儿说出去。我猜你用这种手段已经威胁过罗英子他们了吧？这叫威胁吗？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就像你说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他们这么做，那就是违反纪律，跟律所没有任何关系。大不了我把他俩开除就是了。
你不管是吧？你想怎么做，就去怎么做吧。行，那我再给你几天考虑的时间，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他就吃定我们了。方律，马丽丽说你们俩帮她和许建设串供有这事儿吗？没有串供，马丽丽就是想让我们给她捎一封信，但是我们没捎，我们就是把信上的内容告诉许建设了。从字面上看，就是一封平安家书，没有什么违规的内容，不然我们就不会传达了。一肚子法律条文白背了，帮家属捎几句话也不算违规吧？方律，这个马丽丽啊，她就是想把之前交的代理费让我们再还回去，我们觉得不能惯她这毛病，所以就没同意，她就找茬来威胁我们来了。我不想再替别人盯屎盆子了，方律，这事儿是夏叔干的，他瞒着我们俩一点都不知情，马丽丽找上门来，我们才知道。我当时听了马丽丽说的那些话，我是被他们的爱情感动了。我看了那封信，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我就背下来转告给许建设。没想到他说是有暗号的。王律师，一切都是我的错。全都怪我！如果他要告的话，就告我一个人；如果要赔，我来赔。你是傻吗？没脑子吗？啊？法律白学了吗？你赔，还感动爱情，有什么可感动的？偶像片看多了是不是？这件事情现在就过去了啊！你接下来不要再有任何的举动，能做到吗？先回去。王律师，这事和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知道了，夏叔，先回去，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好吗？平复你的心情，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什么都不要想了。好。可我觉得暂时还不至于，而且这问题到最后应该不会那么严重。谁知道除了烧化还干没干别的呀？马丽丽这个人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到时候不定怎么说呢。秋华，我就一个请求啊，咱们能不能暂时先把对夏叔的偏见放一放？是偏见吗？好，不是偏见。那咱们现在主要对付的不是夏叔，对吧？咱就别生他气了，就把他当成一不懂事儿、爱闯祸的小孩儿，就放一边就完了。只要你脑子里不想夏叔，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办法对付这马丽丽。这马丽丽才是咱们应该应对的敌人，对吧？我觉得啊，他不是冲钱来吗？咱们就得从钱上攻克他。这马丽丽拿到了许建设的委托书，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处理她的房产了吧？你看，要不说你是我搭档呢，一点就通。快查，别生气啊！这个案子是我和秋华做的，要真出什么问题，主要责任应该我们来负。另外，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那封信你确定没递给许建设？真没有，我当时看了一遍就背下来了。既然背下来了，我还去冒这个险干什么？我就是跟许先生说了一遍。您看，没什么大不了，都像你们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许建设这一次的再审结果已经出来了，他现在已经转到监狱服刑去了，马丽丽就能看到他了。他们见面以后会说什么？许建设这么信任他，如果他们里应外合，一口咬定说你们帮他们串供，
教唆他不认罪，后果会怎么样？想过吗？我今天就要你们一句话，有没有办法让他闭嘴？如果没办法，钱自己还上。我来付。我们有办法。什么办法？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千万不能再违纪违法。放心吧。该提醒的，律所已经提醒过了。我们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所里一概不知道。明白了，忙去吧。先梳理一下。上次让你帮忙问你父亲的事儿，帮着问了。听见了吧？真到了事儿上，他们是靠不住。咱们还想过靠他们吗？靠自己了。考虑怎么样了，两位律师？考虑什么呀？咱们不是早就结束了代理关系了吗？你们这不欠着我30万呢吗？我们不欠你1分钱，倒是你，认真的说起来，你还欠着我们重审的代理费没给呢。你们真不怕我到律协去告你去啊？千万，出门左转派出所，出门右转就是律协，不用再拿这件事儿再来威胁我们一遍。行，我跟你们说不着，找你们领导去。走，一起跟您去。哎，方律师来的正好啊。事情还没解决吗？钱没给呢，怎么解决啊？我想了啊，虽然你们没把我们建设救出来，但是你们也辛苦半天了，我饶你们5万，给我25万就行。你们2个到底有没有违纪？有的话赶紧承认啊！该退的退，该赔的赔。没有。你敢说你没有？别叫唤，就是没有。马丽丽，你忘了，你曾经让我帮您递委托书的证据，还在我手机里呢。那个短信，要不要我念一念？我跟你说，我不是委托你的啊。但是我的证据足以证明您曾经让我做违法的事儿，而且我已经明确的拒绝了。方律师，我委托的是夏律师，我这儿可有视频证据。会见犯罪嫌疑人是有监控视频的，你可以去查那个监控视频。夏舒律师就从来没有给许建设递交过任何东西，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跟你说啊，你们要是不还钱的话，过一段时间许建设也得去告你们。你们在见他的时候怂恿他翻供，我这儿可有夏律师的视频证据，你们有什么呀？进来。打扰一下，陈律师，方振所的何律师找您。哦，那方律我先去忙一下。来，这边请。马女士，忙着呢。刚才那个何律师眼熟吗？这是谁呀？我不认识他。什么情况？现在？方律师，是这样，刚才那个何律师就是现在许建设的代理人潘胜义潘律师的徒弟。据我所知，我和秋华第一次为许建设开庭是8月9日，而这位马女士早在这之前就已经联系过潘律师了，带许建设处理房产的委托书就是他们后来一起去签的。我跟你说，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啊！你有证据吗你？要不要我去请何律师，咱们当面对质一下？哎，师姐，你坐，你坐。来，喝点咖啡。何律师，谢谢你今天能来啊！哎，师姐您别客气，之前您好心提醒我，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谢谢您呢。今天这么着急找我来，有事吗？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师傅让你给许建设递委托书，你一定是留下什么证据了吧？这个，就算当时你没留，
但我上次提醒完你以后，你也一定找到了吧？咱们都是同行，具体是什么你不用告诉我，我只要知道你有就行。你刚才也看见了，马丽丽就在会客室里，她今天已经上门找我们的麻烦了。不是她能找什么麻烦呢？各种麻烦，反正这女人就不是什么善茬。她今天能来找我们的麻烦，日后也有可能去找你的麻烦。这个时候咱们就应该互相帮助。不是师姐，您直说吧，我能帮你做什么呢？你刚才的出现就已